你们贺家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，主子的饭食还不如奴婢的。你还当这里是邱府呢？你们姑娘现在是我们贺家的媳妇儿，贺府规矩，做媳妇儿的就得吃这个。晚饭吃了整整2个时辰，饭菜都是凉的，这也是你们贺府对主子的规矩。你们算哪门子主人？一来就克死了我家公子，身为正妻苟且偷生不说害臊，还拿主子款儿，真是不知廉耻！你欺人太甚！是，那又怎样？我就是在给你气受。你要是不想给你家主子惹麻烦，就乖乖给我忍着。你打我！我在贺府10多年，连夫人都没动过我1根手指头。你3番5次的挑衅我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你要欺负我的人，你就是自己找打。我要告夫人去！你别走，你让他去。我倒要看看贺府的少夫人打个奴婢，按照贺府的规矩要挨多少板子。秋烟，你别以为可以拿规矩压我，明里不能把你怎么着，暗地里还收拾不了你。我若是要在贺府当个长远媳妇，你说这话，我还真会怕上个3分。只可惜等贺峰一出殡，我便不在贺府。想要暗地里收拾，来静云庵找我呀。秋烟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就这么一样东西让你管着，你也能给我弄丢了？姑娘，我已经满院子找了好几遍了，都没有寻见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落在哪儿了。这要是我的东西也就算了，可那方砚台是贺郎的遗物，如今丢了，你让我如何跟二老交代？这要计较起来，这是对亡夫的大不敬。回来了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当然是抓你个人赃俱获呀！贺峰的砚台是你偷走的吧？少夫人自己丢了公子遗物，没法向老爷夫人交代，便狗急跳墙，想要栽赃。你说我偷了砚台，那你叫人来搜啊！你自然不敢把砚台藏在屋里。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，刚才放在这席子底下的，就是这砚台的当票。没用的，当票可以销毁，可是当铺的伙计总不能被你灭口吧？把那伙计叫过来当面对质，就可知道这砚台在不在人家的当铺里。我没想偷东西换钱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打了你一个耳光，你想陷我一个不敬夫家的罪名，给自己出口恶气。昨晚，你故意激怒我，你算计我，还不是太蠢。当然啦，你大可以把这个砚台随意丢到府外的某一个地方，让人再也找不到。只是你喜欢贺峰，断然舍不得将贺峰的物品随意丢弃，所以这当铺便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日后我出家，你就可以将贺峰的遗物悄悄赎回，据为己有。你怎么知道我对我家公子？是你自己做的太明显了。自从你来服侍我，我便察觉你对我有一种莫名的敌意，加上在书房，你对贺峰的每件物品来历都一清二楚，心思态度都挂在脸上。
搞得我如果不利用公子的遗物引你上钩，都对不起你的这份痴情。老爷和夫人为什么偏要让公子娶你？你简直就是个毒妇！我与贺峰只见过一面，压根儿未曾爱过。我不愿为他殉葬，心中并无半分愧疚，更谈不上羞耻。你自以为你很爱他，可你又为他做了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冷酷的女人。这个说法我倒是很喜欢。听好了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把这个当票交给老爷和夫人，然后你被扫地出门。夫人向来倚重我，你就这么有信心？若是这贺府没有外人的话，我的确没有这份信心。只是现在魏小侯的侯爷在此，当着外人，只怕贺夫人不好包庇偷盗主子钱财的奴婢，落一个家风不严的口实。那第2个选择呢？春星姐姐，今儿怎么是你过来送饭啊？天气渐热了，夫人让我给月莹顺便换些被褥，免得邋邋遢遢的影响大事儿。把门打开吧。是。去，给月莹姐姐把床铺好，手脚麻利些。是。把门锁上吧。月莹姑娘，少夫人，你认识我？少爷成婚礼上见过一面。你认得我就好。月莹姑娘，你不是自愿殉葬的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是自愿殉葬。少爷从小待我便不薄，我自该殉主，与他人无关。你这门外挂着锁，还有专人巡逻。你若是自愿的，又何须让人守着？那是我要清修，夫人保护我不受他人打扰。夫人就是这样保护你的。少夫人，我已经认命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要逼我。贺峰是被你下毒所杀的吧？我还知道，你曾是贺峰的心上人，因贺峰要娶我，你怀恨在心才痛下毒手。后来，被贺峰的父母知道，他们便对你百般折磨，逼你殉葬，是不是？